美国人享受补贴来中国留学，转头呢就在外网抹黑，还污蔑中国老师和同学歧视他，卖惨伪装自己是受害者，这种行为有多无耻？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个让人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的事。现在这视角，出国旅个游、留个学，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咱们中国现在也是越来越开放了嘛，每年都吸引一大批外国朋友来学习、来工作、来体验咱们的文化。尤其是对那些来留学的学生很多学校那真的是给足了优待啊，又是高额的补贴，又是高级的宿舍，就是希望人家能在中国学得舒心，过得愉快，回去以后能说说中国的好话，当个民间的小使者。但是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部分留学生都是挺好的，懂礼貌，也真心的喜欢中国文化。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小撮人你把他当成客人，他把自己当洋大人，拿着咱们的补贴，住着咱们的宿舍，吃着咱们的饭，转过头就跑到外网去，开始花式抹黑中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小白花。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黑人姑娘，在网上的名字叫 Ruth Ghana， 翻过来就是粗鲁的娜娜。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是没起错人如其名And Velma said that it was only going to cost $200. Well, guess who chose premium service and ended up owing them $1,000, which was the money for my plane ticket. I had to ask my parents for money, my friends gave me money, and I had to take out a loan so that I could make sure that I could make it. Girl, this video pissed me the fuck off. $200. Are you trying to use $200 to study abroad, to live in my country? You are paying half of my monthly grocery price for the annual tuition, college tuition. Did you know how much I pay in an American college? Did you know that? I pay $50K. I pay $50K for a semester or for the annual tuition. I don't care. But $200 for a yearly tuition. Girl, are you kidding me? And you're complaining that you pay $1,000 for a plane ticket? And you went for a loan with that $1,000. Girl, you shouldn't be here.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本来呢是压根就不想来中国，为啥呢？他说自己有精神上的疾病，刚从这个医院出来没多久，跟人相处有困难。那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心里面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姑娘挺可怜的。别急，接着往下听他说自己只有一个朋友处得来，正好这个朋友呢要申请来中国当交换生，他就寻思着那我也跟着一块儿去吧，好歹有个伴呀。于是两个人就一起申请了。结果呢，这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他那唯一的中国通朋友因为这个护照出了问题来不成了，反倒是他这个压根儿不想来的申请成功了。这下就他一个人背着行囊跨过太平洋，来到了中国的一所高校。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换个心态好一点了，可能就会觉得这也是个机会呀，既来之则安之嘛，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交一些新的朋友多好了。可是这位娜娜小姐呢，从她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这抱怨的开关就啪的一下彻底打开了。她觉得哪儿都不顺眼哪儿都在跟她作对。她到了这个学校分了宿舍，抱怨就开始了。第一个抱怨的，你们猜是啥呀？学校宿舍没给配烘干机。我的天呐，大姐，这是在中国呀，不是在美国的你家。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晾衣服嘛，这阳光晒过的衣服那叫一个太阳的味道，多舒服了。这再说了，很多大学的宿舍条件有限，你比如说是烘干机能有个独立的卫浴就不错了。他倒好，把这个当成学校虐待他的证据了。行，没有烘干机，这算是生活习惯不同，咱们理解。但是接下来他的脑洞就开始往玄幻的方向发展了。他怀疑他的中国室友偷用他的洗衣液。为啥怀疑呢？没有证据就是感觉。我这边洗衣液怎么下去这么快？那肯定是被偷了。这不就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吗？然后呢，这被迫害的感觉就开始升级了他就觉得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在歧视他，因为他是个黑人，走在这个路上他觉得别人多看他一眼就是在用眼神侮辱他。那同学之间小声说一句话呢，他觉得就是在背后议论他。最离谱的是什么他说他走在这个校园里总感觉有人要骑着电动车故意撞他。哎呦喂，我真是看得一愣一愣的大姐你想想，一条路上人也不多，谁认识你谁吃饱了撑着要特意骑个电动车去撞你？这碰瓷儿的都没这么演的呀！
这明显就是他自己内心戏太多了。这些鸡毛蒜皮在他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怎么办呢？他不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说啊，比如什么微博啦、小红书啊，他不敢，他门儿清啊。他知道在中国的网站上胡说八道，分分钟就被网友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他聪明着呢，他把这些添油加醋的抱怨全都发到了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在那个上面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孤身一人在遥远的东方，被这个中国人欺负，被同学排挤，被老师歧视的柔弱无助的受害者。这个操作你说骚不骚？在中国享受着福利，转头去外网捅刀子，这不就是典型的吃饭砸锅吗？他在外网连发了好几条视频，控诉自己在中国学校的悲惨遭遇。那个内容看得我是血压都上来了。他编了一头特别有范儿的黑人脏辫，这个发型在咱们这儿确实不常见。这课堂上呢，有个老师就出于好奇和友好，就夸了他一句，说你的头发很漂亮，这是原话他自己视频里都承认了。头发 made头发handmade 头发 beautiful hair, that's what that means in Chinese. Or they would say something about my hair, 头发 they would say something about my hair and I wouldn't understand. All I could take out was hair. They probably could be insulting me, anything. 他觉得老师这是在嘲笑他，侮辱他。他回到网上就开始疯狂的辱骂这位老师，用什么词儿呢？用那个最脏的词儿，婊子，一口一个老师婊子。So, 婊子，老师婊子 This is the updated nickname we gave her. 还给班上其他同学挨个编号，什么婊子1号、婊子2号。好家伙，这个词儿啥意思啊？他心里清楚得很呐。一个教你知识的老师，出于善意夸了你一句，就换来你这样的恶毒辱骂，这已经不是素质问题了，这是人品问题。你的礼貌呢，你的教养呢，都被你的精神疾病给吃了吗？这还没完辱骂老师只是开胃菜，欺负同学才是他引以为傲的战绩。他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的旧钱包，有点破损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就认定了是他的中国室友故意弄坏的。于是呢，他就开始策划报复。有一天晚上他特意跑到外面喝了个烂醉，一直耗到凌晨4点才摇摇晃晃的回到宿舍。你想想那个画面这个室友肯定早都睡熟了呀。他咣当一脚就踹开门，借着酒劲开始在宿舍里大吵大闹，破口大骂。他把那个破钱包就啪的一下摔到地上，指着室友的鼻子用各种脏话进行人格辱骂。事后呢，他在视频里洋洋得意的描述这一切。And I tried everything in my power not to cuss this girl out because I knew because I'm black, they're going to make me look like the angry black woman. But I couldn't hold it in that night. I think I came home, I was drunk, it was 4 a.m. and I said, I don't know how this happened, and I threw my purse on the floor because I just feel like I had to let her know, I know you're touching my stuff. I told her, I was like, you're disrespectful, you're mad disrespectful. I'm screaming at her. It's 4 a.m. I just came back from the club. 他说我知道我做的很过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不能让别人欺负我。看到这儿我真的是气笑了。大姐，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欺负别人好吗？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演给谁看呢？你这不是有病你这就是纯粹的坏呀。更离谱的还在后头，他为了证明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还编了一个谎言。他说学校的汉语老师在课堂上教他学的句子是你的脸像一只狗。我求求你了，用这个脑子想想行不行？哪个正经大学的老师会教外国留学生这种话啊？这个句子语法都不对啊，一听就是谷歌翻译都翻译不出来的中式英语风格，反倒像是外国人自己编的。这谎撒的太没水平了。他这边在这个外网演的正起劲，把自己塑造成反抗中国霸凌的斗士，可是他忘了这个互联网它是没有墙的。终于呢，有正义感的网友看不下去了，把他这些视频和言论翻译整理了一下，发到他国内的网站上，并且直接艾特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这一下皮球就踢到了学校这边了。大家都在看这个学校会怎么处理呢？是会息事宁人和稀泥，还是会秉公处理，给大伙儿一个交代？结果这个学校的反应那叫一个雷厉风行，那叫一个漂亮。第二天这个学校就发布了官方通告，这通告里说的是清清楚楚
第一，确认了这位娜娜同学的身份，她确实是美国来的，但不是正式的留学生，她只是个短期进修生。第二呢，她入学时间是当年的2月份，早在5月份就已经被学校终止学业了。也就是说啊，她发那些视频的时候啊，早就已经被学校给开除了。这第三呢，为啥开除他呢？因为他在校期间多次出现不当行为，而且上课经常迟到、缺课，学业上表现不佳。这个学校还说了啊，不是没给他机会，曾经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改正。可是这位大小姐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我行我素，一条道走到黑啊。所以呢，这个学校最终做出了决定，把他从这个宿舍里清退，并且让他立刻离开学校，学也别上了。哎呦喂，我看到这个通告的时候啊，心里面就一个字啊，爽。这个学校这边操作真是硬气啊，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就包庇他，也没有搞什么中外有别，就是一视同仁，按规矩办事。你表现好我们欢迎，你在这儿撒野，那对不起，我们不惯着你，这才是咱们中国大学该有的态度。那事情到这儿，按理说应该结束了吧？人家学校都把你开除了，你还有啥好说的呀？可是这位娜娜小姐呢，她偏不，她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她甚至把自己被学校工作人员清退的视频也发到了网上。她本想着用这个视频来证明自己有多可怜，被学校暴力执法，结果呢，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啊，反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视频里呢，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态度是非常的好，非常有礼貌的递给他一张白纸黑字的违纪通知书。结果他大小姐的脾气又上来了，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我英文版的。 So this one is Why isn't it in English? I don't know, but I have this one. It's only this one. Okay. Okay, this one is returning so late, and at the quiet time maybe you shouted. Okay. Okay, and you say something and threaten your roommate. Okay. Okay, so the teacher says I need to give you this warning paper, and you need to move tomorrow. Okay. Okay. So this is the formal documentation that I need to be removed? Yes. Okay. And why isn't it in English? I don't know, but they only give me Chinese. Okay. Okay. Let me see it. Just this one. Oh, are you giving it to me or? I will. I would like a copy. You need like a copy? Yes, please. Don't worry. I know they're making you do this. I don't have anything against you. But just You can take the photo. No. I would like a copy. I deserve a copy. If you are willing to kick me out, I want a copy. If I don't get a copy, that's crazy. That's illegal. Well, how are you going to give me documentat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I don't speak, asking me to sign something, and then you're not even going to give me a copy? That's crazy. You're just trying to kick me out of the dorm so they can have new beds and they can put new people in there. Okay. I would like a copy. And I don't think that's too much to ask for. So if you have to go down and ask him, you can. Where's the English? No English version. About What's this that in the back? This one is the notice. So just tell you. I would like to see. Okay. Let me get a copy. Go tell him I want a copy, okay? Okay. I'm not leaving until I get a copy. This one's copy, right? Yeah. Okay. Both of them. Both? Everything that Both you of have, them? I would like a copy. This one you can take it. Thank you. Yeah. So it means you need to move tomorrow.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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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that's another one. And this one I will get the copy. Okay. Let him know. Okay. And then if he doesn't want to give it to me, then I will let the U.S. consulate know that. Okay. 这位大姐啊，你是一个来中国进修的中文的学生啊，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给你一份中文的通知书，有什么问题吗？哎，你学了半天的中文，连个通知书都看不懂。那位工作人员脾气也是真好啊，没跟他吵，而是耐心的一条一条的把这个通知书上的内容啊读给他听，给他解释。那这下好了，全世界的网友都听到了，原来这张通知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更多的光荣事迹。这下他想扮演受害者都演不下去了呀。视频里清清楚楚这个工作人员是全程礼貌，反倒是他一直在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他的这番表演确实是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网友，但是更多的是脑子清醒的人。很多人在他的视频下面留言说，姐妹儿，
你视频里自己说的那些事儿啊，喝酒闹事、辱骂老师，在哪儿都是不对的。你这是在丢我们美国人的脸。所以啊，各位朋友，这整件事看下来，这就是一个作死的典型案例啊。他以为自己顶着个外国人的身份就能在中国横着走，他以为他自己在网上颠倒黑白、抹黑中国、博取同情，结果呢，偷鸡不成18米，反而把自己的种种劣迹全都暴露在了阳光下，成了一个国际大笑话啊！他的下场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纯属是自食其果。咱们中国呢，现在是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放，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交流、来学习。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色，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来友好交流，我们绝对是以礼相待啊。但是吧，这份欢迎它不代表着没有底线，这份好客它也不是没有原则。那想来当洋大人，想搞特殊化，想不遵守咱们的法律法规，还想反咬一口，那对不起啊，这片土地上没人惯着你，在中国呢，你就得守中国的规矩，这是最基本也是最硬的道理。好了，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